北约即将下场，开启冷战后最大规模演习，参演人数达到了9万人。俄罗斯打算在今年春天发起总攻。有消息称，泽连斯基罢免总司令扎卢日内，俄乌战争到底会迎来哪种走向？今天大兵就和大家好好盘一盘如今的欧洲局势。1月18号，欧洲盟军总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宣布，北约将在1月22号开启坚定卫士24军事演习。该演习是北约自冷战以后所进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共有来自32个国家超过9万名士兵参与这次演习。除了作战规模以外呢，这次演习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使用虚构的国家当作敌对假想国，而是直接把俄罗斯当成了假想敌。很明显，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来威慑俄罗斯。英国在这次演习中承担主导位置，来自海陆空三军的2万多名士兵将会参与到这次演习当中，这也是英国首次在北约演习中承担主导位置。恰好今年也是英国加入北约的75周年，英国也想借此机会，以此加强与欧洲诸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在这次演习中呢，英国还会提供一套全息兵棋推演系统，它将会在军演中呢，每个单位的信息都清晰地反馈到指挥所中。关于这套系统，大兵呢是没有找到更多的信息，但从英国国防部的宣传图就能看出，科幻感是非常充足的。这次演习呢，是第2大国是波兰，在历史上波兰就饱受俄罗斯的侵略，因此在这场对抗俄罗斯的军演中，波兰也下了大功夫。这次波兰的参演人数达到了15000人，占据波兰武装部队总人数的1/9了。参演主力呢是波兰陆军第11布鲁斯卡装甲骑兵师和第16波美拉尼亚机械化师。同样，波兰也将是这次演习的主战场。这次演习的第3大参与国是德国，大约呢将有12000名德国士兵参与到本次演习当中。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内部也将开展大规模演习，主要目的是训练德国军队能够迅速地部署到挪威、立陶宛、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的北约东翼的能力。目前，德国第41装甲旅和第1装甲师将参与这2场演习，大量的装甲部队将通过飞机、轮船、铁路抵达波罗的海和北欧。除了军事演习呢，德国国防部还将在2027年之前将一个5000人部队永久地部署在立陶宛境内，他们将驻扎在靠近维尔纽斯等主要城市的村庄内，距离白俄罗斯边境线不过几公里。德国表现得如此激进，其实并不意外。在1月19号，德国防长鲍里斯·皮斯托瑞就表示，鉴于克里姆林宫几乎每天都发出威胁，德国必须考虑普京可能会在5到8年内与北约开战。而德国作为与俄罗斯最近的欧洲大国，自然就被推上了抗俄的第一线。这也是近年来一直由左翼政党控制的德国，一边主张去军事化发展，一边加大国防预算的原因。坚定卫士2024地面部队的第1阶段主要是测试参演部队的防御能力，而第2阶段则将会模拟俄乌战争及东欧国家突然遭遇到俄罗斯的全面入侵。北约部队将在这种背景下对抗假想的俄罗斯军队。整场演习大概会投入1100辆战车，除了我们常见的 M1 豹2挑战者外，西班牙的兰斯、法国的勒克莱尔以及韩国的 K2 坦克也会在演习中出现。目前，北约大概15000人的演习部队已经开始在波兰的维斯瓦河以西集结，准备进行一场渡河登陆演习，作为正常演习的开胃菜。而演习的海上部分呢，将在3月份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海域举行。届时，北约将出动包括航母在内的50多艘军舰和潜艇，参与人数将会达到2万人。那么，除了北约，对这次军演最为关注的，肯定就应该属俄罗斯了。毕竟人家都已经明牌了，这次就是冲着你俄罗斯来的。俄罗斯外交部在去年9月份就声称，北约在波罗的海诸国展开的演习是对俄罗斯的挑衅，还称这种行为会极大地增加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紧张局势。其实现在俄罗斯确实应该紧张，毕竟当年他们入侵乌克兰之前呢，也是以假借军演的名义在俄乌边境集结军队。如今北约也如法炮制，在俄乌边境集结大军，普京怎么可能会不紧张呢？
光是一个小小的乌克兰，参加过北约的训练，使用北约的装备之后，就能让俄罗斯损失惨重，更别说是北约亲自下场与俄罗斯正面对抗了。虽然话是这样说啊，但大兵认为北约这次军演呢，主要目的还是威慑俄罗斯，并不会直接干预俄乌战争。主要原因呢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北约主心骨的美国，全部精力呢都放在了中东。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舰队正在红海南部与胡塞武装纠缠。胡塞武装虽然没有能力对美军航母产生有效的伤害，但是却拥有封锁红海航运的能力。红海是世界航运的关键命脉，如果红海不通，货船只能绕行非洲好望角，这会导致全球海运成本平均上涨60%。对于资本巨头来说，这显然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美军想从中东局势脱身，必须要解决胡塞问题。然而，截止到大兵写稿时，美军已经对胡塞武装进行过9次打击了。但经过分析，胡塞武装依然保有75%的远程打击能力。看来短期之内啊，美国是难以从红海脱身了。所以呢，在没有带头的情况下，这些欧洲国家不大可能直接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另一方面，与乌克兰呢和东欧不同，以德法英3个欧洲大国和俄罗斯的距离相对较远，还有大量的缓冲带。因此，对于这3国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并没有那么大。与此同时，这3国呢也都十分缺乏能源，尤其是关键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欧洲60%以上的能源都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一旦北约下场，把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彻底闹僵，对于欧洲3国来说，在民生和工业领域弊大于利。但很明显，即便北约不会亲自下场，这场军演也会带给俄罗斯一定的压力。为了应对北约军演，1月23号，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表示，俄罗斯堡垒沿海导弹防御系统在芬兰湾对模拟敌舰发射了锆马脑反舰导弹，并进行了伪装和反破坏演习。大约5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参加了演习。与此同时，俄军也准备在地面发起大规模攻势，以图尽快结束俄乌战争。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俄罗斯计划在2024年春天加大在乌克兰方向的投入，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4个方向发起大规模地面进攻，并试图一举结束俄乌战争。同时，德国媒体图片报也在去年报道了俄罗斯有类似的计划。目前有消息称，俄罗斯军队正在前线实验如何突破乌克兰的阵地，但目前收效甚微。因为每当集结人数超过1个营时，俄军阵地就会遭到乌军炮兵和无人机的打击，所以在俄乌前线，乌克兰只需要1到2个步兵连加上装甲车或无人机，就能有效地制约俄罗斯的进攻。同时呢，克里姆林宫也认为，目前俄军无法在不被乌克兰发现的情况下集结超过1个师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最熟练的依靠大规模装甲部队突击的钢铁洪流战术已经彻底丧失了用武之地。想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进攻，俄军对指挥控制系统进行从上到下彻底的改革。然而在战争中呢，这种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存在这些系统性问题，俄罗斯军队最近呢也证明了他们在战争中学会的战术，即小规模突击集团。由10到20个步兵组成前锋，而装甲车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外远程进行火力打击。这种战术呢，让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州的阿夫迪夫卡附近取得了长足进展。为了防止俄罗斯的计划得逞，美国总统拜登在1月17号会见了一些国会议员，敦促国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安全援助。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和火炮弹药是乌克兰的关键。如果没有美国的额外援助，乌克兰将会丧失对俄罗斯军队的消耗能力。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由于美国国内部的矛盾，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计划始终没有被批准。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乌军内部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在1月21号，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媒体爆出，泽连斯基在上周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解除扎卢日内在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且没有为他在乌政府高层留下任何职位。与此同时，乌军总参谋长沙普塔拉、联合力量行动司令纳耶夫一同被泽连斯基解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将取代扎卢日内作为乌军现任总司令。
同时呢，前任卢甘斯克州州长乌克兰政治家图卡也承认了该消息的真实性。目前乌克兰政府尚未对该消息发表任何看法，但考虑到扎卢日内和泽连斯基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最近乌军的进展不利，泽连斯基选择更换总司令确实是有一定的可能。但同时扎卢日内帮助乌克兰部队扛住了俄军最猛烈的进攻，在乌克兰军中乃至政界都有着极高的声望。更何况目前俄军攻势猛烈，临阵换帅乃是军中大忌，泽连斯基是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大兵认为这件事的可信性存疑。对此兄弟们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战报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